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這個非常之特別的一支傳說英雄。那如果大家看這個標題就知道，這個傳說英雄是低於1%的玩家用過的一支傳說英雄。對，那這次的這個英雄是誰？那這次我就刻意去查了一下這個英雄叫什麼名字。那其實他是沒有中文名字的，但是他在那個官方投票裡面有一個是中文譯過來的一個英文或者是印尼文的名字吧，那就是大家熟悉的後羿。对，後羿射什麼東西的一個東西，对，就是後羿的這個傳說英雄就是這次的這個影片的主角對，那後羿這英雄其實在剛出的時候，如果大家是一個真的很久以前已經看過影片的一個觀眾，其實他出現過我的頻道一次，对，就一次而已。那這個英雄剛出的時候我覺得是挺強的。那其實為什麼？是因為我當時第一就不知道他的機制，那第二就是他也是那種手速類型的英雄。那手速類型的英雄的話會有什麼問題？就是也是以前所說，這個伊利弗有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劇集來克服手速英雄的那個大缺陷，就是你的手會累。那所以的話，當這種手速英雄來到用聚集人的手上的時候，那這個英雄就會從那個平庸變得非常之麻煩的英雄。对，那这次我們就來跟大家看一場打這個後羿。對，那是1%使用率，這個1%是我說的而已。對，因為官方沒有實質的數據，1%使用率那個英雄打了這一場比賽。對，那這是說題外話了。那其實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就是你把那個影片往下面看一下，就會發現，我的會員頻道已經開啟了。對，那之前你可能想問，你不是說要等什麼東西預備好才會開嗎？那其實我認真的想了一下，其實倒不如先把會員頻道開出來，然後慢慢的補充那些內容。對，因為我覺得當一個東西有那個壓力來做的時候，就有那個時間壓力來做的時候，那你做的事才會比較快一點。对，所以的話我就直接把那個會員頻道開出來，然後接下來我就會給大家會員一個承諾，就是下一個這個直播加字幕那個影片會在禮拜1或之前會輸出釋出，對，就是會展示出來。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加入我的會員，現在只用那個10港幣就可以加入我這個 YouTube 的 membership 了。對，那也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價格對於整個 Lost 的創作者來說，那因為我相信一點就是薄利多銷，就是便宜一點是沒差的，主要是大家多支持。对，那所以的話，當這個會員頻道的人數多起來的話，我會提供更多影片在會員頻道裡面。對，那因為我的會員頻道賺的錢是不會拿來覆蓋現在我的那些基本影片，都是每天發的那個影片的那個支出的。因為大家也知道，我以前說過，我的那個每部影片的制作費大概是落在$5到$8嘛。如果大家沒忘記的話，那所以的話，會員的頻道其實要6到7個會員才會覆蓋一部這個平常制作的那個劇場影片。對，所以的話，那倒不如直接把那個會員頻道那個錢放在那個會員頻道裡面，那所有的會員頻道的那些收入都會拿來發這個會員頻道影片。對，那就感謝大家的支持。那我發現好像已經在我公布這個東西之前已經有一個會員加入了我的頻道，所以的話非常之感謝你对，那也是期待大家可以加入這個會員頻道。对，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第3回合打這個後羿那其實後羿作為這個遠程英雄，那他唯一能打的那個做法就是 hit and run， 对，就是一邊跑一邊射。那而且他是比較特別一點的，就是他那個設計是跟這個
夏娃是完全一樣的，怎麼說？就是它也是需要能量才可以把一些遠程攻擊射出來。對，那而且啊，它主要的輸出也是用這個遠程攻擊射中之後，然後貼人的身上，然後不停的用近戰來進行 combo。那但是它跟夏娃不同的是，它的那個主要的 combo 不是完完全全依賴這個近戰的不停的用那個槍敲人，那它是需要配合這個弓箭跟這個近戰武器來進行搭配才可以進行 combo。所以的話，這英雄是非常非常之難用的。要我說的話，那但是也是那句，配合狙擊的話就另說，因為配合狙擊的話，它基本上就可以100%的時間都可以把這個手速拉到最高，所以的話是非常之 broken 的。所以的話，我們打這個英雄怎麼打？那很簡單，不要讓他接近你就行了。基本上就，當他嘗試接近你的時候，你只要把那個距離拉開一點點，然後用其他的遠程攻擊來抓他。例如說我的話超重，我直接用這個重地來抓他，那基本上都很容易抓到，因為他要用這個近戰來進攻嘛。所以的話，你拉開距離之後，你的重地是比較容易中的，因為他抓你也是需要進攻，然後你的重地也是進攻。所以的話，像那個拆這個剪刀石頭布一樣，當兩個東西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會很容易發生衝突。然後對，那很明顯了，我的重地是優先程度是比他多的。OK， 這邊的話，他用這個衣服，那但是我想說的是，這個衣服其實啊，如果你像剛才他這樣用的話，其實給人的反應時間是蠻多的，所以的話基本上對我來說是沒什麼用。那剛才我用了能源披風，也是其實啊，剛才的能源披風基本上啊是打不中的，但是他也是很小心啊，直接開反裝避開，但是其實沒必要。OK， 這邊我還有盔甲，那但是哎呦，這邊沒想到啊，如果是我以前打法，我會把這個盔甲留下，先吃他那個3個子彈。哎呦，這邊按錯。那其實這邊呢，我應該是用半球 SD 才比較安全一點。OK， 但是我可能是當時以為我的頭盔好了吧？那但是這個是致命性的失誤，那直接被它收掉。OK， 來到這個第5回合啊，那第5回合的話也是打這個後羿被他貼身，不用怕，冷靜點，冷靜點。我們用防禦，因為被他貼基本上就只有防禦可以做，小心翼翼的。注意他攻擊的節奏，然後把他的攻擊全都防下來，像我剛才一樣，那就冷靜一點就行了。OK， 這邊的話嘗試一下把它打下去。哎呦，這邊卡了一下，那導致我沒有跳起來。那但是別怕，那這邊的話他踢不到，因為我的那個這一隊長啊，防禦的時候是可以左扭右扭的，那基本上他是很難抓到我。OK， 這邊哎呦可惜，那這邊拉一點距離，因為他那個魔彈是可以把空中的玩家全都射下來。OK， 這邊要抓到。那抓到之後，可惜啊，這邊的話其實啊，我需要用超從第一下我才可以配這個破壞者，所以的話，剛才我就直接跳起來離開。OK， 這邊抓到，那 SD 剛剛好有了，那這邊的話把它抓住。哎呦，這邊可惜失手了。那我們不用怕，我們還有頭盔，頭盔已經好了。那基本上現在的攻擊就可以更加進取，然後我們小心他的那個僵屍衣服型的，因為剛才他已經用過一次，那就代表他是有的。OK， 這邊為什麼他開了這個頭盔？那其實很大機會啊，很大機會。我說很大機會而已啊，他是有用這個狙擊，對，然後他想攻擊用狙擊，因為狙擊就是不停按那個同一個按鈕嘛，然後他開了狙擊，然後他同時也想跳起來，那就會造成這個 A 跟 D 同時按，那就會把這個頭盔開出來，對，那就會發生剛才直接突然開了個頭盔那個效果。對，那個就不過我只想說有可能，對，那就有可能而已啊。對，那來到這個遊戲的尾聲了，那基本上啊，他這個血量的話，他只有一個做法，因為前面的那個戰鬥已經證明一點，就是他那個後羿的近戰是已經被我超完完全全的克制了。但是因為我已經基本上就摸到那個英雄的打法，所以說他現在只有這一點難做。就是我們最討厭的打法 hit and run。 對了，現在剩下那個時間40秒，現在我的任務就是要嘗試在第一前把它抓住，因為大家知道 hit and run 是非常非常之難抓的，尤其是这種遠程武器來 hit and run 的話，那為什麼你可能想問我為什麼不用那個 Dr. Spider？ 因為其實也是那句，當那個時間來到尾聲的時候，就是技能階段的時候，
那如果你用一些沒有反撞英雄是非常之危險的，讓他抓到的話，所以的話我就保險一點。OK， 這邊的話，哎呦，可惜。那這邊其實應該用盔甲把它收掉，但是可能是我太心急沒想到。那時間來到第一題了，可惜啊，我們沒能成功把它在第一前收掉。那嘗試一下，我們小心點啊，因為第一題是我們的比較劣勢一點的那個東西。哦，OK， 這邊做到，那不錯，他應該是死了。這樣的話，